我在家闲着没事儿，我看俺朋友音乐有点涨了，啊我给他用火烧烧，你看咋烧成这样的了？音源背面带包浆，千万不能用火烧，你用火烧也烧不白，烧了之后啊，确实很难辨认真假。我看看啥来。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啊，那火烧店里既然说这假的，为什么一个还能给我500块钱嘞？这不是瞎扯淡了吗？既然有人能给到你500，那只能证明你这2块银元不假。我看这背面也是一眼开门了，好在你这烧了也不怎么狠，最起码没烧化。简单的来看也不算啥毛病吧。而且这2块还不是普通的呀，这个袁大头这是8年的接上点，好歹里边还有一块假辰龙，银元不假，可千万不能500块钱卖了，不然太亏了。那我肯定不能便宜卖了吧？俺朋友这次对我意见可大了啊！他专门找人评估一下子，说一块值50万，值不了50万一个。所以说8年和这个假辰啊，比大小都贵一些，但是平时啊也比较常见。再说你这2块银元，即使不烧的话，现在来看的话，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优点。那朋友应该是在网上找了专家评估了，他们估50万一个，极其不靠谱。我感觉不靠谱。如果真值50万一个，别人不可能只给我500啊。对，这中间错的价格有点胡扯了。对，首先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，你这往轻了说，你也就是手狂一点。好好的银元你用火烧，这是最大的忌讳。好在这俩币种比较常见，最大的教训啊，无非也就是按市场价跟着朋友买回来呗。关键是50万一个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我都是现在叫房子卖了，现在也凑不到100万。那100万肯定是不值啊，那都是网上专家估高价的骗局，价钱估得挺高，让人听了挺开心。关键是市面上肯定没有人给你出那么多钱，你就按市场价去赔那朋友，这不就行了吗？那问题是关键赔多少合适？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，本来家里也没矿，我都一个上班的。你说这咋弄？你稍安勿躁，我给你就这2块银元的价值大概来说一下。首先啊，像这种老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你用火烧也不可能烧白。外边的包浆，说实话最忌讳的就是用火烧，烧了之后啊，它的包浆会掉势起移，火的温度啊，它这个高低决定着这个银元边齿的软硬，温度越高，使银元的边齿变软，不易分辨真假。所以在家里边，无论啥样的银元，绝对不能乱烧。就以你这2个银元没烧之前的这个为例啊，像这种8年是常见的接上点，你看背面，它有伤，但是无戳。品相算通货，也就2500一大关。而这个江南假辰啊，它是属于典型的神龙。江南币里边啊，它这个纯石量也是最多的假辰。背面的话，你看也带伤，划伤还不止一处，所以这种品相也就2000以内的样子吧。照您这样说的话，这2块银元还不到5000块钱嘞。对，那我这几天完全虚惊一场啊。那这不是俺朋友想勒索我了吗？勒索你倒真谈不上，只不过我们大家啊都是普通人，对这些银元的价值确实是不懂，不然也不会找那些网上所谓的专家给你乱报价了。网上专家给你报50万一个，完全是忽悠人了。这个他们俩，说实话你也不必当真。关键是俺朋友他当真了，把我搞了这2天，也不知道咋弄了，头疼了不得了。你看我咋处理啊？这是这个处理方式非常简单，因为造成贬值的责任啊，完全在你，无论值多少钱啊，你这个认错的态度，非常关键。再说了，你们之间这都是朋友，关系应该不会差了。大不了你就按照这2个板，再给他买2块稍微品相差不多的补偿一下，请人家吃个饭认个错，这不都啥都过去了吗？你说的这也是个理儿，对吧？这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那中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中可把我气坏了，没见过这么抠的房东。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租客。好歹我也是租了20年的房客了。你这是遇到啥情况了？我这个房东太不地道了。我租了他20年的房子，这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他竟然下了租客令。好歹我也是租他20年的房子，房子我都租出了感情了。他得到了200万的拆迁款，却只给了我这3块破银元。原来这3块银元是他给你的补偿。说实话，你这3块银元啊，还真不是一般的银元，龙阳3剑客就占了2个，而且你这个大清宣3还是阿后点，袁大头也不是普通的年份，好歹也是一块8年。看来你这个房东啊，还是比较重情义嘞。
他如果真重情义的话，房子获得的拆迁款应该分给我一半才对。这个凡事啊，咱们都得讲理。毕竟拆迁的房子是人家房东出钱买的，这个拆迁款的受益人肯定是房东，你只不过是租他的房子而已。你别说租20年，你就是租30年、40年，这个最终的房子还是属于房东的。给你几块银元的话，也算是给你一个补偿，你应该知足啊。我肯定不知足了。你算算20年来，我不只是交给他20年的房租，而且我也替他看了20年的房子，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依我看，你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。你住人家20年房子，交20年房租是应该的，不存在替别人看了20年房子。再说房子啊，它是固定的，别人搬也搬不走，反倒是给你这3块银元的补偿，足以说明你这个房东的为人啊还是不错的。看见这3块银元，我气都不打一处来。说什么给我留个纪念说实话，还不如给我2000块钱呢。你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又卖乖啊！2000块钱买这样的银元，一个也不够买了。先来说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块8年，发行量比较少，一块好品相的上万的都有。而你这个，你看带来一个戳，因为包浆比较厚，不轻易看还真看不出来，也不细看它是啥版了。像这种有缺陷的，一块也能给到你2000多嘞。这2000多块钱，跟100万比着小巫见大巫。看来我这个房东有点心虚，不然不会送给我银元。心虚我倒感觉不至于，毕竟也是收了你20年的房租，给你3块银元，应该也算是给你留个纪念，寓意圆圆满满的意思。另一块这个大清轩山就不得了，刚才我就告诉你，它是大清轩山里边最好的一个版阿后点，大清易得，一点难求，就是阿后这一点。笔面说实话实在是可惜了，带2个戳。我们经常说好笔没好命，指的就是这样的银元。本身你看笔面还带光，如果没戳的话，这都是1-2万的东西，暂且就像你这个品相能给到你5000。越听你的估价，我感觉这房东越是对我有所亏欠。住他20年的房子，应该分给我一半拆迁款才对。拆迁款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我觉得你这3块银元啊，这样的结局挺完美的。另一块是34年的北洋龙，原汁原味的包浆，典型的高额头满龙鳞，笔面多少也有一些流通痕迹，字面字口比较完整，无缺陷。这个北洋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不错，一般像这种原生态的这个银元，往后是大家所选的必中之一。目前你这个状态能给到3-4千吧。这3块银元1万出头了，对，今天就卖给你。我得找个律师去咨询一下，看看这次拆迁我能赔多少钱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你是属于羡慕嫉妒见钱眼开。你看到房东房子拆迁赔200万，对，拿住了20年房子为借口，想想也就算了。你现实真去要100万的话，说实话，这借口根本就站不住脚。你去咨询一下律师也行，省了呀师出无名。你别替我瞎操心了，万一再要过来了嘞。那行吧，祝你梦想成真吧。